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继续跟胖妮一起过情关。剧中的华妃和静妃本是起着相互制衡的作用，但是我们在剧中经常会看到华妃嘲笑并打压静妃，不是笑她嘴笨，就是笑她算账慢，而静妃却永远是一副唯唯诺诺、不敢反抗的样子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新一届秀女入宫之后，皇后才将眉庄安置到咸福宫和静妃同住，共同制衡华妃。然而本次重刷《甄嬛传》之后，胖妮才发现静妃也曾暗地里嘲笑过华妃，不过这个情节被很多人忽略了。眉庄落水之后，华妃装模作样，穿戴整齐，假惺惺的到咸福宫探视，还在翊坤宫准备了美食，邀请皇上去享用。当时还是静嫔的冯若昭和贴身婢女回到自己房中之后，对华妃有过一番嘲笑，要想做狐狸，好歹把尾巴藏好。可惜呢，一旦得意，这尾巴就露出来了。静嫔这里嘲笑的是华妃的做事不稳，心思不够缜密。静嫔之所以能够看到华妃的不足，是因为她自己在这方面的确做得更好。然而静嫔也算不上是后宫争斗的顶尖高手，她看问题容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她认为皇上被华妃蒙蔽，看不透害眉庄的人是华妃，实则皇上心里门清，他知道华妃此时专盯着咸福宫，就算一点点小错也不肯放过。殊不知这样的处事方式早已注定了华妃的败局。那么在眉庄落水这件事的前前后后，华妃究竟暴露了哪几个致命短板呢？第一，高估了皇上的宠爱。眉庄落水后，华妃在咸福宫的一系列举动可谓漏洞百出。华妃的不小心不是因为笨到做假做全套都不懂，而是因为她觉得这样的小事没必要小心谨慎，滴水不漏。眉庄是落水了，但也没淹死啊。静嫔、甄嬛等人是恨她，那又怎样呢？就算皇上看出了些破绽，也会出于宠爱，有意偏袒她的呀。所以华妃大大咧咧的就来了，而皇上也貌似稀里糊涂的跟着她走了。殊不知皇上心机极深，在华妃疏于防范的时候，已经将麝香加入到她惯用的香料里去了。在华妃恃宠而骄的时候，他偷偷记录着华妃犯下的每一点错误，积累着失望和不满，蓄谋着一场大爆发。第二，目标设定失准。胖妮个人特别喜欢宋之上位之后顶撞甄嬛，甄嬛回宫训斥刘珠的那场戏。通过这件事，甄嬛教会了刘珠和浣碧一个道理：擒贼先擒王。可惜华妃出身将门，在后宫争斗中却没有甄嬛的知识和魄力。在甄嬛团队中，谁才是那个王？华妃确定目标失准。自入宫以来，华妃吃尽家世身份的红利，因此她认为对于后宫妃嫔来说，身份家世比皇上的恩宠更重要。在眉庄和甄嬛两人中，眉庄家世更好，自然更具威胁性。然而她却忽略了甄嬛受宠和于莺儿受宠不一样，于莺儿受宠靠的是运气，当然一高兴就失了分寸，而甄嬛受宠依靠的是出众的才貌和聪明的头脑，经过历练之后只会比之前更强大。华妃看重权力，而眉庄刚承宠就有了协理六宫之权，这让她紧张不已。但她却没看到眉庄性格中的清高与慢热，使她注定难在名利场中获得至高地位，而甄嬛性格中的聪颖、果决和现实才是争权夺利的利器。静嫔说华妃眼睛盯着咸福宫，说的一点也没错，但华妃却真的选错了打击对象。在她变着花样折腾眉庄的时候，甄嬛不但得到了皇上的信任和宠爱，而且也获得了珍贵的成长机会。第三，下手不狠，地位不稳。这世界上的狠女人分成两种，一种像华妃，嘴巴厉害，做事却拖泥带水；另一种像皇后和甄嬛，确定打击对象之后，要么不动，一旦动了就要置对方于万劫不复的境地。相比于皇后以纯元故意打击甄嬛的精准，相比于甄嬛借岁玉轩着火之事逼皇上赐死华妃，杀人诛心的狠绝，华妃对眉庄这点零碎的折磨手段简直弱爆了。且不说她让眉庄暗夜里抄账本，这样的事杀伤力多么有限，就算是千里池落水，华妃也没想真的要置眉庄于死地。
否则以周宁海干净利落的解决小福子、纯贵人那样的手头功夫，万不会留眉庄一口气。事后华妃还在宫里准备了宵夜，穿戴整齐来见皇上，也足见她早知道眉庄不会死。华妃的本意只是要教训教训眉庄，给甄嬛团队以威慑，但也就是她这种想要让他人都害怕自己、忌惮自己的心理，最容易豢养他人心中的怨念。这次华妃用落水来伤害眉庄，使眉庄对她痛恨至极。之后她又让安陵容到翊坤宫，为她和皇上唱歌助兴，使安陵容愤恨到在被窝里扎小人。甄嬛有孕时，华妃用罚跪罚没了甄嬛的孩子，激着甄嬛反杀。华妃的这种个性本质上源于自身的傲慢和对他人能力的严重低估。她认为我就欺负你了，你能把我怎样吧？留着你一口气又如何？还不是见了我瑟瑟发抖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她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。殊不知当家世不在，茫然四顾，高墙之内已然便是仇家。当河宫所有的妃嫔都想让华妃死，只有皇上顾念着旧情，想让她活，那么即便是活着，她也不可能活得舒心和从容。从这角度上来说，眉庄落水一事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了华妃的软肋和短板，同时它也是一道分水岭。此事之后，甄嬛、眉庄积极靠近皇后，打破了之前皇后团队和华妃团队在后宫中分庭抗礼的微妙平衡。到此，华妃败局已定，难有转圜了。好了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喜欢胖妮，辛苦给影片点点赞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